我敬二老一杯吧，祝二老身体健康，福星高照。哎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来吃菜，来。汪妈妈，您看，是这样吗？一下，再一上的。对，哎呦，你可真聪明，一学就会。现在这年头啊，像你这么织毛衣的人呐，不多了。谁说的？谢老师肯定就给汪老师织过毛衣。他才不会做这些个呢，他都是到外面去买。宁心呐，你看，我织的这种贴身的小圆领毛衣，是给国庆预备的，外边是买不到的。哎，汪妈妈，您看这个肩是不是小了一点啊？哦，汪老师虽然看着瘦，但是肩还是挺魁梧的呢。汪老师，您过来，我给您比一下吧。不用，比一下吧。我去开门。小米，你好久没有？快进来。爸小米，给你来祝生日来了。哎呀，爸妈，谢老师好啊，宁心也在啊。爸，这是我给您买的茶具，不知道您喜不喜欢？祝您健康长寿。一看就花了不少钱，你钱多烧的你啊！哎，国庆，赶快切点蛋糕，宁心送的蛋糕吃点啊！不用了，我今天胃不太舒服，不吃了。蛋糕很好看。我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就是来看看爸妈的，回去晚了怕没有公车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这怎么一来就走啊？你这，今天晚上住这儿啊？我没带衣服，明天上班怕不太方便，改天我再来看你们。我走了。小米，今天晚上别走了，明天咱们俩打车去上班。动不动就打车，你发财了。国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国庆啊，你不能去追谢小米，你追了他一次就有第二次，你已经把他惯坏了，在家里说话呀都没有地位。妈，你就别跟他添乱了，他肯定误会我。嘿，国庆，你给我回来！小米，谢小米，小米。喂，妈，没找着呢。这怎么是宠着他呢？这么晚了找不着人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怎么办？哎，行了，我知道啊，等我回家再说。好，小米。让你别去追吧，你非要去。这下可好，宁心也走了。国庆啊，你也别难过了，我看呐，没追上倒好，追上啊倒麻烦。妈有句话想劝劝你，不知该说不该说。我看呐，宁心这孩子是真不错，你看他长得也好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您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应该很清楚，当年谢家人怎么对我的，没有他们帮我，我现在在哪儿喝西北风都不一定呢。就说这套房子吧，也是小米劝我想办法给你们买的，你们现在倒是住进来了，可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做人不能这样吧？那我也是随便说说呀。这种想法就不应该有。妈还告诉你，像小米这样的人，那是几代人才能培养出来的一个大家闺秀。我王国庆能娶到她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分，在我心里没人可以跟她比。我出去了，
今晚不回来了。小敏，你刚才误会了，我是来跟你解释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你别犯傻了好不好？不管是误会还是没有，我都想好了。你现在前途一片光明。我不应该再拖累你，你还是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小美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啊？我去寻找我的幸福，我最大的幸福就是跟你在一起。不是因为你没试过跟别人在一起，也许将来有一天，你会感谢我的。签字吧。小米，小米，别这样好吗？啊，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人，你应该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。你真的要跟我分开吗？你真的要跟我分开吧？这件事我也想了很久。我知道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要分开还真会不习惯。可是我累了，我想好好的静一静。休息一下。小米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别这样好不好？没有什么是永远的。我们在一起10几年，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现在缘分尽了。就好聚好散。不可能，你绝不可能离婚。你再好好的考虑一下。反正这就是我的态度。我就知道你没走。姐夫不是来接你了吗？干嘛不去啊？我懒得去。他爸过生日，你不去合适吗？我呀，只要没给他们生个孩子，我做什么婆婆都不会满意的。不过我也挺理解她的，要是换个儿媳，我婆婆早就当奶奶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宁心又找你谈话了？别因为他影响你自己的心情。那倒没有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天天跟国庆在一起，也挺合适的。你看，龙应台的书上说，真正意义上的第4情感，就是一条长满了理解、温暖、友谊等许多植物的大道。可一旦出现了浪漫的玫瑰色，这条大道就像通往陷阱。这陷阱的名字就叫婚外恋。行了你，别在这胡乱忧郁了。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到底想跟他过还是不想跟他过？有那么复杂吗？结婚就是2个人的事儿，又扯出婆婆，又扯出孩子。人家那么多丁克家族没有孩子也过得好好的。婚外恋，这婚外恋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。你说的简单，你又没结婚，你怎么会懂呢？我不是嫁给国庆一个人，我是嫁给了他们一家子。
你这说的不也挺明白吗？我也不想劝你了。你要是想跟他过呢，你就去，还来得及；你要是不想跟他过，那就不去。你自己决定。吃醋了？没有。我说，当然吃醋了。你难道想跟他破镜重圆吗？我跟他吃饭喝酒你就吃醋，你跟兰菲儿在一块儿，你就不怕我吃醋？我已经意识到了，我经过了深刻的反思，所以我才决定做点好吃好喝的，跟你赔礼道歉。我说了我已经吃过，再吃点吧，快进屋歇着去。哎呀，别动！干嘛？我不想柏拉图了。我姐说，我跟你柏拉图，你迟早会跟别的女人吐拉波。我早就不想柏拉图了。双姐死了，双姐是死了。我有幽闭恐惧症。别进去。我真的有幽闭恐惧。衣服，别出声。小洛，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？哦，我刚在厕所呢。喝酒了吧？瞧你这脸红的。工作应酬。哎呀，小诺，哎呦，这房子啊，打理的真好啊！哎呀，小诺，你看看你，房子收拾好了，来看看。这不还没彻底收拾完吗？一直没时间，给你做了点菜饭，我估计你整天就是瞎凑合。谢谢妈。哎，一个人住，哎，还好吗？还行，挺习惯的。哎呦，真是。哎，你卧室在哪儿啊？我帮你收拾收拾。哎，不用了妈，我哪好意思老让你帮我收拾呀？瞧你还客气了。你的卧室什么时候不是我帮你收拾？那儿吧，是那儿吧？这你看看这房子，这里乱七八糟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么好个房，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这不穿的衣服啊，你就把它挂起来。衣架，这不有柜子吗？放柜子里头，多乱呢！妈，这些衣服是要洗的，要不然你帮我放洗衣机里吧。哦，准备洗的啊。那洗衣机在哪儿啊？外面卫生间呢。真是乱死！谢谢妈。小诺啊，哎，是你郑叔叔让他来的。妈，哎，坐会儿。我带你去看其他的房间吧。哎
行，别看。哎呦，应该带着我去。哎呦妈，你看看你待会儿吧，来坐会儿，我跟你谈点事儿。哎呦，来坐会儿。老戴最近来了没有？没来。真没来呀？啊，哎，他最近特别忙，根本没时间理我。那还不错。这两天啊，你郑叔跟我谈了，我也反复想。其实老戴这个人吧，不是说他不好，我就是觉得吧，他年龄大了，而且这个人我总觉得他有点圆滑。你不是他的个儿，你看看现在网上啊，净报那些什么大款呐、高官呐，这包养了个什么情人呐、什么小三儿之类的，最后呢，曝光了。你说有一个白头到老了吗？妈，戴谷顺他不是这样的人。哎，我知道，他不是这种人，而且他是真喜欢你。可是光喜欢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他跟你说结婚的事儿了？没说，是吧？我就知道他没说。现在啊，就有一些这些40郎当岁这些男人，以玩弄女性作为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。他们呐，根本就不想结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逃避责任，惧怕责任。哎，你就说戴谷顺吧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结过婚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他怕什么呀？结婚不结婚对他来讲没什么用，可你呢？你可跟他脱不起呀！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呐，一到30，一年是一年；一到35岁，哎呦，1年就是2年。心妍呐，照你这么说，活到我这个岁数，1年等于10年了。妈，我这不是跟小诺聊天呢吗？那他要是愿意跟我结婚呢？他愿意跟你结婚，那咱也得考虑考虑。你是说他这段时间挺忙，没过来是吧？嗯，你觉得这正常吗？不正常啊！哎，你现在哈激情四射，你就上赶着往上贴他，可他呢冷冷冰冰。等一旦你这种激情过去之后，怎么办呢？我跟你说，对这种连婚姻都没有勇气承诺的男人，我不看好。怎么回事？阿姨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。您一会儿要求我跟谢小诺接触要理性，不要越线儿；您一会儿又嫌我太冷静。其实我真的没那么冷静，我也没有逃避和抗拒责任。我承认我是没有考虑到结婚问题，那是我觉得婚姻是一种承诺，对于女人来说那是一种安全感的代言词。可婚姻真能捆绑安全感吗？安全感的来源是什么？还是男人啊！一个好男人，不管结不结婚，对女人来说都是安全感。相反，一个不好的男人，就算结婚了，也只会给女人带来更大的伤害。说实话，我最近一直考虑，我对于谢小诺而言，是不是一靠谱的好男人？或者说，我正纠结于您为什么那么不看好我？谢小诺，你不是说他没来吗？啊，你不是说他没来过吗？不是，阿姨，您听我解释，我是来了，可是我真的，我们两个没有做什么。我相信你啥都别说了，戴谷顺，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劣，知不知道？你躲在这柜子里干什么呀？啊，还懂不懂点规矩啊？我跟我女儿谈话呢啊，别人出去，都出去。你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
老戴，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在哪儿呢？戴武胜不在，他把电话落我这儿了。你是谁呀？他手机怎么在你这儿？我是谢小诺。哦，谢总啊。哎，老戴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他约了我晚上喝酒，我一直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真是的，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谢总，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想办法去找他。亚亚昨天找我了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怎么。老戴，其实在这个世界上，能遇见一个你喜欢的，而对方又喜欢你的人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我知道，我真的没什么。哼，没怎么，那怎么搬回家住了？哎，你们前段时间不是挺好的吗？还是你现在觉得相爱是一回事儿，相处又是另外一回事儿？也许吧。你说我跟谢小诺才刚刚相处，就一下出了这么多障碍，接二连三的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会儿是亚亚，一会儿是谢小诺他妈，就好像老天爷在故意跟我们作对似的。你说这些是偶然呢，还是相处的必然呢？也许真的是相爱容易，相处难。其实那个房间里面，不只是住着我和谢小诺，住了很多人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我说的不是苦面，是感觉。在那个房间里面，不光只有我和谢小诺，还有亚亚、方佳，还有谢小诺他妈妈、他大姐、他二姐，甚至还有你。一会儿，谢小诺跟他妈妈吵起来了，方佳跟我吵起来了，然后亚亚跟我吵起来了，再一会儿，我跟谢小诺他妈妈又吵起来了，谢小诺他妈妈就跟亚亚吵起来了，亚亚又跟谢小诺吵起来了，方佳又跟谢小诺他妈妈吵起来了。老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其实这些都不是你的障碍，最主要的是你的心，你害怕。我害怕。对，当初你跟亚亚妈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是有勇气的。亚亚跟方家在一起，也是有勇气的，而现在的你，是江湖越老，胆子越小。汪老师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，宁心？什么叫没事儿？没事就好，我一直挺担心你的。不过今天发挥的还是很稳定。担心我什么？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汪妈妈都跟我说了。待会儿我请你吃饭，放松一下心情。不用，我没心情，也无所谓放松心情。放松了就有心情啊！走吧，我在旋转餐厅订了位子。旋转餐厅我投入，我先走了。那我们去公园，在船上看水面，你心情就能好了。那儿太热闹，我怕吵。那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就你跟我。宁心，不管我妈跟你说过什么，但是我得告诉你，就算我真离婚了，我也不会再婚，也不会再接受任何人。汪老师，可我不是任何人啊。对我来说，除了谢小米，都是任何人。
小诺，我今天算了，说不着。哎，你没敲门就进来了？你也没关门啊？怎么，打算跟谢小诺求婚啊？没错。看来我是彻底没机会了呗。什么时候啊？还有1个半小时，祝我好运吧。祝你好运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客气。慢走。发烧了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胃特疼，你能回来一趟吗？现在？你要方便的话，送我去趟医院吧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门没关，进来吧。兰总，老大，怎么了这是？胃疼，老毛病了。哎呀，今天特别疼。这怎么突然就胃疼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老大送我去医院吧。好，来，起来。哎，慢点。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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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小诺，你一会儿有空吗？我想约你见个面。怎么了？我一会儿有事儿。我有事情跟你说，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一会儿真有事儿，能晚一点吗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我就在这个汤臣国际公寓对面的咖啡厅，你先就过来吧。那好吧，一会儿见。哎，小诺。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小诺，作为朋友来说，我希望你能找到一个真正对你好的人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人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了解到兰佩尔一些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有什么你就直说嘛。这个女人不简单，我有一个朋友认识她。离过好多次婚，最重要的是，还在男女方面十分不检点。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就在刚才，我看到他和戴谷顺从那个公寓门口出来，而且关系十分不一般的样子。所以我才会这么着急找你过来。
个情况，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了。你冷静点儿，两个人这样也未必有什么事儿嘛，是吧？没有什么。我知道我这么做并不怎么光彩，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，但毕竟你是我之前爱过的女人。不用解释。那你考虑考虑吧。如果需要找人陪你聊天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辛苦你了。好点了吧？好点。你看，我也没有别的朋友，就只能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啊！那你好好休息，躺一会儿，一会儿把药吃了啊。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老大，你真是好男人。你能再多陪我会儿吗？我还有事儿，你好好休息，好吗？我怎么给忘了？今天是你向谢小诺求婚的日子。行，那你先忙吧。行，走了啊。你那个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哎，老戴，祝你好运。谢谢。许多人都还在等一个可能。看街上行人依偎相拥着亲吻，为什么只剩我一人游荡在街角的黄昏？可能要耽误一下。还在期待你要是到了就随便逛逛，等我会儿，我马上就到。我不信所谓永恒，幸福的长存，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我等细水流长的年轮，等花开花落的人生，等未来给我一个吻。我等的人是否也在路口一问，有谁能带来幸福的无限可能？需要牵手，还是该转身？我们都在寻找彼此对的人。戴国胜，我已经决定要出国工作了，我们还是算了吧。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自取灭亡，我们都太天真了。再见。我只是需要有一个人陪我等细水流长的年轮，等花开花落的人生，未来给我一个吻。
手，还是该转身？我们都在寻找彼此对的人。抓紧这可能，一起走过每一个黄昏。我们都在等待那个人。大辈子不至于，不是，我是说不至于。你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吧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准备好了，我好不容易准备好了。那你这世界上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。那人家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你就由他去吧。没了媳妇不还有哥们吗？其实爱情和玩具一样的，都是童话。哎，不是，你能不能别那么灰心？只要你相信，那童话就是真的。啊，过几天我给你介绍几个好的，各种死带样，应有尽有。来，再来。我错了，我这次真错了。我记着我跟你说过，世界上最安全的距离，最美好的距离，就是若即若离。哥们儿，这次越界了，我能再砸一只杯子吗？我陪着你一起砸。
最近状态不是很好，我想出去散散心，半个月吧，调整一下。祝福你。哎呦，瞧昨天夜里这风刮的，你看把这花刮的。哎呀，哎，待会儿我把它扫过去。哎，别扫，哎，你看看这啊，这落红满地，多有诗意啊！快点拿个相机来，拍点照片，多好啊！行，您等着，我给您拍。我给您多拍几张。什么？你要跟汪国庆离婚了？那天我在汪国庆家看见宁馨了，看得出来，他跟我公婆处得挺好的。我婆婆也很喜欢他。你婆婆喜欢他管什么用啊？主要是汪国庆，他什么态度啊？我不想等到撕破脸皮了再离婚，好聚好散嘛。他们两个挺合适的，宁馨欣赏国庆，也能够挖掘国庆身上的闪光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年轻。能让国庆当上爸爸？胡闹！你问过汪国庆吗？他怎么说？汪国庆多好的一个男人呐，那么在乎你，你就这么轻易的让给一个宁馨了？你想清楚了吗，谢小米？你看我跟刘毅啊，我们的婚姻也有很多问题，可吵归吵，不还得过下去吗？姐，那不一样，你们有刘谢多多。我们要是早有个孩子，至于到今天这一步吗？哦，怎么了？我觉得小米这2天好像有点心事不宁的。这帮孩子，这都怎么想的呀？心妍呐，你就少操点心，行不？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他们的事儿啊，他们自己做主。哎，等着他们想明白了，他会告诉你的。甭操那么多心，这不是孩子的问题，就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。汪国庆多好啊，体贴入微的。你看看我们刘毅，接个工程到外地一去就是好几个月。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还是忍着吗？我要像你似的，我绝对不会离婚。那这只能说明离婚的人原因不同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，没有谁的心是完整的。小诺，你干嘛呢？说几句啊！他都要离婚了。感情方面，我现在真的没有什么发言权。我跟戴谷生分手了，我准备出国工作。现在这网上啊，什么事儿都有。丈夫养了一个小三儿，然后妻子呢把这俩写了一封遗书啊，把这2个人呢痛骂一顿，然后上吊自杀了。关键你看看，大家正在觉得可惜的时候吧，他又活了啊！你看现在还正接受采访，呢。妈，您这都看的什么呀？我不想看啊。这现在打开电脑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。后来我一想，看看也成啊，看看人家的日子，再看看咱们的日子，说实话强多了。你说真的，咱们家也要像他们那样，那不得把我和你奶奶急死啊？
哎，你们今天怎么姐儿仨一起来了？有事儿啊？那个，哎呀，小米，你说吧。哎呀，有什么事儿说。我，妈，我准备去英国了。什么？哎呀，谢小诺呀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？你跟这个老戴啊好了才多久啊？这怎么就突然又冒出国的事儿啊？这出去一出就好几年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回来以后这结婚的问题怎么办呢？还有那个好人，你既然跟人家老戴好了，你就别再跟好人来往了。哎，居然现在一起出国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对你的婚姻问题有影响。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跟老戴出什么问题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说怎么回事？心妍呐，妈，哎，您坐这儿。小诺的事情，你就叫他自己做主，行吧？妈，小诺，一定要想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出去？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想明白了啊，奶奶呀，就一定要会支持你的。妈，你看你，奶奶，你们俩一样啊，你们有什么心里不愉快的事情，就跟奶奶说说，好不好啊？别以为我和你奶奶都是个瞎子。哎呀，这些日子啊，我知道碰到了一些挫折，奶奶都看在眼里了。不过，我想告诉你们，咱们这永远是一家人。不管你们做什么样的选择，我和你们妈妈都会支持你们的，知道吗？小诺呀，记住啊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下去。你的资料没问题，等一下他们怎么问你就怎么答。加油！我不想离婚。结婚前咱们就说过，要么不结，要结就一辈子。你想离婚也离不了，我把结婚证藏了。记得第一次你爸爸带我去你们家吃饭，所有人都嘻嘻哈哈的，只有你安安静静，又洗菜，又端饭，最后还刷碗。
当时我就想，这辈子如果我能娶到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是啊，把我当老妈子。不，小米，你知道我这人嘴笨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国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就算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，我也不恨你。你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，需要找一个真正配得上你的人。我就需要你。妈说的对，人是需要反思的。可我一反思，我的眼前全是你的影子。在电视上能活多久？事业再大又有什么用啊？我想要的是我回家，我老婆在家等着我，这种幸福才最长久。可惜我也不能生孩子，就算退1万步，你只想要个贤妻良母，我也做不到。我不在乎，不管什么，我只要你。小米，你是我的，我不许你离开。正儿，这账目怎么回事？怎么对不上呢？这些都是蓝总签的字，他说您知道。是吗？这账目不对呀，公司账上不可能只有这么点钱呢。蓝总说这些钱都已经转到工厂的账目上了，要不您再问问蓝总。你先出去吧。啊，喂，老郭，我老戴。啊，我问你一下，现在公司是不是有一笔钱转到你们工厂账上去了？不可能啊，贷款没结吗？好，那我再问问。小张，你是戴谷顺吗？是，怎么了？你涉嫌合同诈骗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这是传唤证，请你签字。合同诈骗？来，小诺，干杯！这签证签下来就很不容易了，真没想到这事儿这么顺利。这次工作的事儿，真的感谢你。小诺，说句心里话，一直以来，我觉得跟你在一起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舒服。是吗？其实我对你还有感觉。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知道你一直拿我当普通朋友来看待，但是朋友之间应该坦诚一些，不是吗？对，谢谢你的坦诚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想争取一下。小诺，我会成为那个幸运的人吗？好人。不好意思。喂，亚亚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
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好。怎么了？戴谷顺出事儿了，我过去看看。哎，小诺，我开车送你去。关于戴谷顺的事儿，我刚才打电话咨询了律师。律师说，现在像兰菲尔这样的诈骗活动很多。他找了一家意大利的公司做幌子，诱惑戴谷顺，再利用戴谷顺现在的名声，吸引国内的一些投资公司来家暴。当资金到位以后，他就携款逃跑，人间蒸发。兰菲儿下手也太狠了。之前被骗的款项要有戴谷顺一个人来承担，他才能被放出来。现在他的房子在银行有贷款，银行不可能放钱给他的。那这怎么办呢？好人已经帮戴谷顺找了最好的律师，他会帮我们处理一些事情。目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快筹到还款金。赔偿金的问题，我会继续跟律师交涉的，争取减到最低吧。那这最低是多少钱呢？最低也得有个数啊。估计200多万。200多万？哎呀，不行，就是凑凑吧，你怎么也得把老戴整出来呀。我这划了，我能拿5万。我这儿能挪动的大概有60万吧。我爸之前给了我10万，我们还没有花。这实在不行，我这把这店盘上去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一些积蓄，应该够了。小诺姐，你不是还要出国呢吗？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爸安全出来。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谢谢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你爸一定会没事。行，那你先帮我登记吧，回头我把房子的信息全都发给你，我们到时候见面聊。好的，谢谢啊。中介说，我房子贷款没有还清，可能没有那么快找到合适的买家。这样，你觉得我优惠多少比较有吸引力？小诺，如果你现在缺钱的话，我这儿有，我可以借给戴谷顺。你帮他找了律师，已经很感谢了。钱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。说实话，我挺嫉妒他的。你们这都分手了，你还这么对他的事儿上心。分手了，不还是朋友吗？你对我们也挺好的。那如果现在在监狱里的是我呢？你会这样吗？哪有那么多人？麻烦你，我取钱，都取出来。喂，您好，是中介公司吗？刚才是不是有一位叫谢小诺的女士在你们那儿登记了一套住房啊？